德法联手造战机还不够，现在又重启了主要地面作战系统项目，目的是在2035年取代豹2和勒克莱尔。如果能够顺利完成并被欧盟多国采购，那欧盟各国新一代主力坦克就可能会实现统一化，在防务领域就有可能摆脱对美国的过度依赖。那 MGCS 究竟是一款怎样的坦克？我们接着往下看。德法两国煞费苦心联合起来造战机、坦克、新型自行火炮等装备，不仅有了 FCAS 6代机计划，更是早早启动了 MGCS 项目。据公开资料显示，整个 MGCS 项目大致能分成3个主要阶段，即第一技术演示阶段、第二全系统演示阶段、第3阶段实施和预生产阶段。该项目正处于第1阶段。预计将于2035年首次部署，到2040年具备全面作战能力。同时，为了满足各方利益，德法两国同意将工作平均分配给两国的工业界，并达成成功共享的协议。MGCS 将由 KNDS 防御系统公司和莱茵金属公司展开竞争，前者是一家由德国武器生产商 KMW 和法国国防公司 Next 于2015年成立的控股公司。后者莱茵金属大家都熟，就不过多介绍了。那下一代主战坦克会是什么样子？由于项目处于早期，就一直没有下定论。但想知道 MGCS 长什么样子，火力军还是有办法的，因为主战坦克的强度基本都由火力、防护和机动性3大特征决定。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德法两国的坦克技术推断出 MGCS 的大致样子，而且莱茵金属和 KNDS 防御系统公司都曾推出过 MGS 项目的概念车型，分别为 KF-51 黑豹和 EMBT 坦克，这样就更容易推测了。莱茵金属推出的 KF-51 黑豹最引人瞩目的就是那门130毫米坦克炮，同时也是 MGCS 项目的坦克炮方案之一。KF-51 使用的这款 L-51 型130毫米滑膛炮是继北约系统的 L-44M256 型120毫米口径滑膛炮、华约系统的 2A46M 型125毫米口径滑膛炮之后，第一个口径大于125毫米的坦克炮。莱茵金属公司称，该炮炮管长度为 6.63 米，重3吨，炮口初速达到1800米每秒，比 RH-120 滑膛炮快上50到220米每秒，威力也要大上 50%， 射程也将比 RH-120 在使用 DM-63 的4公里远上不少。在穿身方面，有消息称 L-51 型坦克炮在测试中对2000米射距上均质钢装甲的垂直穿身达到了惊人的1200毫米，远远超过了目前 DM-63 系列弹药的600毫米一级穿身，甚至比俄军真空1弹药的800毫米一级穿身还要强上1/3。不过130毫米口径怎么能和140毫米口径坦克炮比呢？ MGCS 的另一款坦克炮方案便是 Next 公司提议开发的140毫米口径阿斯卡隆坦克炮。据已公开的信息显示，阿斯卡隆是一种炮兵综合体，包括加农炮本身、反冲装置、自动装载机和弹丸。其关键的140毫米滑膛炮除了拥有更大的口径特点外，它配套使用的140毫米埋头式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也十分独特，不仅采用了少见的埋头弹技术设计，还配备了相应的制导系统。那埋头式弹药有什么特点和优势？从外形上看，与常规布局弹药相比，埋头弹的特殊之处在于弹头整体嵌在发射药里，弹体呈现规则的圆柱形，因此此类弹药也被称之为嵌入式弹药或套筒式弹药。而其优势，首先，埋头弹在整体尺寸，特别是长度方面，要比常规布局弹药减少 30% 左右。埋头弹独特的设计使其可以配备更大或更长的弹丸部分，并提高发射药的装药量，变相提高了埋头弹体本身的威力和射程。以埋头式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为例，其获得炮口动能水平和穿甲能力都要比同口径采用常规布局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分别提高约 15% 和 30% 左右。
照搬到140毫米口径的阿斯卡隆滑膛炮上，它配备的140毫米埋头式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其整体弹药长度约为 1.3 米，要比法国此前研发的同口径 1.5 米长，采用常规布局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要短上一些，而且埋头式的弹芯长度就有1300毫米左右，配上140毫米口径以及埋头弹本身拥有发射药装药量更多的技术优势，加上 Next 公司宣称的13兆焦的有效动能水平，因此火力军推测阿斯卡隆滑膛炮在发射140毫米埋头式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时，其炮口动能水平估计能达到20兆焦左右，并拥有能在2公里距离击穿1300毫米以上厚度均质钢板的能力。此外，由于埋头式弹药整体尺寸变小，更加便于储存及运输，同等空间存放的弹药量更多，加上其采用复合材料制成的弹壳，不仅降低了弹药自身的生产成本，而且也能有效提高火炮的身管寿命。对装备了埋头弹火炮的战车而言，使用埋头弹的坦克炮意味着可以使用结构更加简化、重量更轻的自动装弹机，这样节省下来的重量就可以用来增强坦克自身包括防护等方面的能力，而且还可以借助埋头弹火炮较低的炮尾结构提升火炮仰角，使其对位于高处的目标，甚至是部分飞行高度较低的武装直升机都能进行有效杀伤。更别说这140毫米埋头式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其弹芯上还安装有制导系统。因此，阿斯卡隆滑膛炮能在更远距离实施更加精准的动对动打击能力。虽然阿斯卡隆滑膛炮还有很多关键数据尚未确定，但 Next 的公司承诺，阿斯卡隆所基于的技术解决方案将在2025年完全成熟。那么两款坦克炮谁更适合 MGCS 呢？就像火力军说的，口径即正义，若是火力军选，当然选140毫米阿斯卡隆滑膛炮武器系统，只不过无论是130毫米的 L51型滑膛炮，还是140毫米的阿斯卡隆滑膛炮，并非所有数据都被公开，并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加上 MGCS 项目还处于第一阶段，万一之后出现了更有效的火炮，也有可能取而代之。除了大口径坦克炮外， MGCS 团队也特别敢想，在火力配置方面，他们还会为 MGCS 装上了许多超先进的武器系统，来打造出最符合设想的欧洲第4代坦克。在 MGCS 团队设想中，预计会安装定向能武器和高超音速制导效应器，用来针对装有反应装甲和 APS 的装甲车辆，安装车载发射器和携带游荡弹药，用来打击超视距目标。甚至为了更好执行反无人机、防空、对地软目标等任务， MGCS 团队还能预留有包括高能激光器、机枪的安装位置。那这些追加武器会是哪些呢？这方面我们可以借助已有的 KF-51 EMBT 概念型号进行推测，如在打击超视距或非视距目标时， MGCS 可以像 KF-51 一样安装一个4连装的巡飞弹发射器，发射以色列和德国共同开发制造的 Hero 120型巡飞弹。这款飞弹续航力达到1个小时，最大射程可达60公里。巡飞弹可以由无人机操作手操控，也可以兼顾实时战场态势感知工作。弹头爆炸的威力足以摧毁绝大多数小型目标，并且在观瞄系统上 MGCS 会尽力做到了全向观瞄。除了在车体周围安装有多个摄像头外，还会配备有标准的车长、炮长、双通道红外成像观瞄设备，从而提高态势感知能力。又或是在执行反无人机、防空、对地软目标任务， MGCS 可以像 EMBT 一样安装 12.7 毫米并列机枪、7.62 毫米高射机枪以及新型 RCWS 遥控武器站。尤其是 RCWS 遥控武器站，这种遥控武器站配备 ARX30 型30毫米机关炮，能应对大部分低空飞行的固定翼战机、直升机和无人机，或是地面轻型装甲车辆。此外，还能打击在城市战中常见的高位置反坦克手，大幅提高 MGCS 坦克的近战性能。在防护性和机动性上，我们同样可以借鉴已有的概念车型。MGCS 应该会和 KF-51 EMBT 一样，继续使用经过改进的豹2 A6 A7 系列坦克底盘。在被动防护上， MGCS 可能会优化底盘的正面装甲，让炮塔变低，从而减小受弹面积。
同时估计会延续豹2系列的大轻角复合装甲的防御方案，但应该会使用更轻的复合装甲，做到在同等防护效果的基础上解放坦克的机动性。与被动防护相比， MGCS 应更加依赖主动防护，尤其是主动防护系统，因为这能使车辆使用更少的被动装甲，达到同样的防护效果。如在炮塔四周安装以色列战利品主动防护系统、ELM2133 风衣相控阵雷达以及 ELAWS 激光告警系统，一旦发现反坦克火箭弹或导弹来袭，就可以用炮塔两侧的 MEFP 发射器发射多重爆炸，形成破甲弹进行拦截。大致过程是这样的：当侦测到有高速飞行物体来袭时，系统电脑会依据获得的资讯计算出接战数据，并发送给安装在车辆侧面的 MEFP 发射器，发射多重爆炸成型破甲弹，形成一个非常紧密精确的矩阵火力投射摧毁敌目标。 MEFP 设计为具有非常小的杀伤区，因此不会危及受保护车辆附近的人员，基本上能拦住包括低速破甲弹、单兵火箭弹和反坦克导弹在内的来袭目标，从而做到全向防护。尤其是标枪一类的具备攻顶能力的反坦克导弹， MGCS 据说还进行了特别的强化。在机动性方面，坦克重量是一个必绕不开的话题。当前的主战坦克每一个新变体和每一个新组件的增加，都将影响整体的可运输性、速度和机动性，包括过桥或在城市地形中的机动能力。而且较高的重量还会增加燃油消耗，这对续航能力会产生不利影响，并且会导致传动系统和行走机构磨损加剧，从而让可靠性降低，增加维护费用。所以既然有 61.5 吨的 EMBT 和59吨的 KF51 原型车打头，相信 MGCS 的重量应该会在60吨上下浮动，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也正是考虑到重量的各种措施， MGCS 团队也正通过使用2人炮塔甚至无人炮塔来减少成员人数，从而降低重量。另外， MGCS 据说还将采用混合动力推进系统，这将发福提高燃油效率。与传统的纯柴油推进相比，混合动力装置可以节省 15% 到 20% 的燃料，对于一些较轻的主战坦克甚至可提升 30%。而且混合动力推进系统也会让发动机始终处于最佳的负荷状态，大幅提高推进效率，并且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切换动力模式。当主要动力来源受到影响时，还可以有一个可靠的电力备份。与传统推进器相比，噪音和震动更小，不仅减轻了后勤维护压力，同时也将拥有更低的声学和热信号以及静音监视能力。据透露， MGCS 不再是单独设计建造一种主战坦克，而是围绕该车辆构想出陆军重型履带战斗车辆家族，包括主战坦克、步兵战车和多用途导弹发射车等车型，并且伴随不断变化的战场条件要求， MGCS 也将与各种外部平台进行协作和联网，充当起各地面车辆、无人机的指挥中心，从而发展出新的协同战术，要在未来战场上具备压倒 T-14 主战坦克的能力。总的来说， MGCS 坦克在防护和机动方面是能加强就加强，力度不大，顶多就是混合动力推进系统值得拿出来吹嘘一番。主要的提升空间还是在火力配置，在坦克炮上，要么选择140毫米的阿斯卡隆滑膛炮，要么选择130毫米 L51型滑膛炮。只是相比较而言，打击力较弱，而想要打造 MGCS 家族，德法两国估计会在同一底盘基础上发展步兵战车、多用途导弹发射车等车型。MGCS 虽由德国主导，法国全力支持，但其他欧洲国家也纷纷表示了加入意愿。之所以要采用国际合作方式，一方面是为了集聚各方先进技术，打造最优4代坦克，另一方面是为了提高坦克需求量，从而降低研制和生产成本。这种合作模式早已广泛应用在了武器装备研发项目中，如美国主导的 GSF 联合打击攻击机项目，最终有了全球最多国家引进的 F-35战机。
F-35是美国与其他盟国在21世纪的主力战机，当初在研制时就有英国、意大利、荷兰、澳大利亚、日本、挪威、丹麦、以色列等国参与研发，现在也都装备有该战机。只不过这种合作模式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如各国对战术指标要求不同，各国防务企业在合作框架下的地位和责任不明，关键技术研发滞后使项目拖延等，都会导致合作研发工作陷入困境。所以德法两国让 KMW 公司、Next 公司、莱茵金属公司3家主要参与公司成立联合研制小组，并明确由实力较强的德国作为主导研制方，法国全力配合，以避免出现上述问题。这才有了现今 KNDS 和莱茵金属的竞争。当然 MGCS 即使被研制出来，最终能不能推广出去还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因为除了技术合作问题外， MGCS 很可能会影响到美国的利益。万一欧洲各国顶不住压力，选择采购 M1A2D 主战坦克，那 MGCS 在欧洲的推广就变得十分麻烦。综上所述， MGCS 是目前第一个完整的欧洲下一代主战坦克项目，其技术发展值得期待。9月22日，两国陆军参谋长将在巴黎以东的艾夫勒空军基地举行的下一次会议上，对未来新型坦克的军事需求进行评估。至于该项目能否推出装备部队的第4代主战坦克，还是视日后情况而定吧。好了， MGCS 在大家心中是什么样的？会和火力军一样是140毫米坦克炮、豹2底盘、混合动力系统的样子吗？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